还没睡啊？饺子都吃光了吧？仙儿啊，主任啊，把这个交给小花。哎，主任，起来，别耽误主任吃早饭。主任，那我先走了。哎呀，主任呐，你可算来了，我等你半天了啊。我跟你说一下我接下来要做的研究课题啊。什么研究课题？我决定了，您说的那个副稿指称我必须拿下，而且都不是问题。我说不卡你论文数，可也没说不需要论文，你搞清楚了啊？我这2天什么都没干，都在这儿了。来，请过目。吃饭呢？你看这个啊，对急诊空间的有效利用，我觉得啊，像咱们这种日患者流量高居全市之首，科室面积只排到第5的医院，这个课题很值得考虑。这个课题小黄年前就在做了。这个黄东东，没事，主任，来，你看这个啊，急诊科伤害检测的质量控制与运行，伤害行为发生的时候，患者通常第一时间来到急诊科就诊啊，那急诊科的记录就成了伤害监控记录的主要来源呢。哎呀，这跟临床没啥关系，是公关系统的事儿啊。这是社会责任的，主任。算了，不说这个啊。还有，你看这个，探索中药在急诊抢救中的应用，高大上吧？中西医结合这个。中西医啊？咱们这中医背景不行啊。那没事，那就跟心理学结合，还容易申请基金。急诊护士工作疲惫感与压力源研究。我说你一个当大夫的，老操心人家小护士的心理干嘛？想调到护理部去啊？别扯这些没用的，上班。哎，主任，我这准备了这么多，你听我说啊。哎，主任呐，您平时一直鼓励我要搞科研、写论文、评职称，我觉得研究急诊护士工作疲惫感这个课题既新颖又有意义。哎，主任早。小雨，小雪儿，吃早饭啊！主任，急诊分诊管理，我觉得这个课题特别值得我们探讨。要不您看这个，论急诊急性中毒。哎呀，行了，你哪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啊，你以前鼓励我要上进啊，现在我终于有干劲儿了，你不能又打击我呀。我说的上进是正事儿，你一夜之间弄出这么多论题，不用看都知道欺骗怕揍来糊弄我。去，赶紧交班。您真以为我这么多年急诊是白干呢？主任，我这些年打过副稿的论文的很多，全在我这小仓库里关着呢。现在门一开，那一个一个往外蹦，我拦都拦不住。随便抓出来几个，就一定能评上副稿，你信不信？您给认真看看。把你的门先关上，让它接着酝酿。交班。来，开会了啊！来了，开会了。
池小松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啊，一大早拉着主任说了半天了。妈。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妈，小希怎么样了？她醒了吗？我能不能看看她呀？你如果不想要这个孩子，就别再招惹他了。他好不容易相信自己看错了，肯好好治病了，你又来干什么？你想认他了？妈，我知道，我对不起这个孩子，对不起你们家。可现在说这些也晚了。你放心，小希我不会不管的。我还想着送他去最好的学校，去国外都行。这钱您拿着嘛。不用，我们用不着。有他爸爸工资和我的退休金，小希不缺吃不缺穿。除了没妈，他什么都好好的。你断了看小希的念想吧，我们家跟你没关系了。妈，您恨我是应该的。我就是想为孩子做点什么，我不是来抢孩子的。那我谢谢你，小希是个好孩子，我谢谢你能把他留在我这儿。我不恨你，可你别再来了。庄大夫，孕妇柳玲刚才摔倒了，胎盘早搏大出血，必须立刻做剖腹产手术。我们需要胸外医生在场。我知道你们之间有过冲突，但现在没有别的胸外医生接手，能不能请您过来一下？方主任，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到手术室。方主任，柳玲，别紧张。你虽然发生了胎盘早剥，但胎心尚属正常范围。我现在要为你进行剖腹产手术。你胸部的病情稳定，应该不会受到手术的影响。如果你感觉到胸闷、憋气、胸痛，随时告诉我。好了。走。请进。主任，忙吗？忙。哦。那您先忙，我等着。哎，你忙你的，别管我，我就看着。行，有什么事你说吧，我能听见。主任，我承认，上午跟您提的那些科研项目确实有些凑数了。认错就是好孩子，忙去吧。但是我现在要跟您说的这个，是我自打干急诊以来就认真琢磨、收集资料，到现在有了很多心得的一个项目。急诊护士服装设计与剪裁问题。
急诊移动出诊平台。喂，不忙，老张你说。那个腰椎损伤病人的急诊抢救记录我刚看了，有2条需要补充一下再入档。你要用的话，我先放分诊台去，你让学生下来拿吧。不客气。主任，您看看，给点意见。什么移动出诊平台？不就是往急诊科打电话吗？你还嫌咱们不够乱呢？你省省吧。主任呐，幼稚。主任，偏颇了。主任，您听我说，重症病人送到急诊抢救，经常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而还有一些人呢，明明不需要来到医院就诊，却白白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一会儿骨科的人来取，记得跟他们说，用完了还回来，我还得改他们。好，我知道了。但是普通人往往不能及时判断自己的疾病是否需要立刻来到医院就诊，这就是现实情形。昨天送来那个脑梗病人，让小黄赶紧把抢救记录补上，收入大病历。ICU 林副主任刚才电话说，病人发生了脑水肿、脑疝，很可能过不了今天了。好的，我知道了。真可惜，送晚了。我觉得这个移动出诊对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有着巨大的意义。主任呐，第一时间及时就诊，对急重症患者的这个预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那还用你说？你也不能让人人都学医疗知识吧？他们不用学习医疗知识，我们可以及时给出我们的医疗建议。主任，你是不是又没带手机啊？乔伊让你给他回个电话。电话。主任，你看啊，您之前说过那个病人啊，家属之前也说过，他有过头痛、头晕等症状啊，但是不愿花时间来医院看病。如果他有个5分钟的时间，可以打一个电话、上一个网，找到急诊的专业人士咨询和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我们就是把分诊工作提前了，那这个病人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好像有点道理。别清蒸了，我就爱吃红烧。红烧。哎呀，行，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好好的鱼非得清蒸，啊，你接着说。我调查了嘉烈市近5年来各大医院对于心梗、脑梗、大咖血等10几种急重症状的抢救，我们的差距跟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小的。这个差距主要在于院前抢救的开始时间上。那还用你说？人家交通状况好，效率高，水平高，直升飞机满天飞，你也给我来一架？老头，你跟我抬杠是吧？那我不听了。别！他们急重症的发现率和抢救率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医院已经有了热线和咨询网站，使用率和覆盖率高到了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啊！你真调查了？好好看看。1分钟7分，5分钟、10分钟9分。转新生儿 ICU，止血。等等，让我再看看。等会儿再看吧，我得赶紧送孩子去 ICU 了。孩子正常是吗？现在看一切正常，孩子眉眼清晰，大肠眼泡，是个漂亮孩子。好，我先去 ICU 了。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回病房啊？我想打电话。一出手术室就可以打电话了。后面清理宫腔关腹，你来做。好的，来针线，张大夫。柳玲只要不出现术后出血、感染的问题，等后天拔了尿管，就可以转到你们胸外了。虽然是意外生产，好在结果还不错。可这个病人总让我觉得不踏实。您是觉得他家庭背景比较特殊吗？我不是说病房那一通闹腾，我是说今天早上，他一直不同意剖腹产手术，总问我能不能先不生，还一直要求打电话找她老公，说有急事要今天办。我说你今天什么事都办不了，那胎盘早剥很危险，必须生。
这好说歹说啊，才签了字。这个病人啊，我接诊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奇怪。你调休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昨天熬到半夜写东西，今儿还想让你替我一得了吧你！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又想让我替你干活？下班早点回家，今天房东奖励日，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点好吃的。我可不敢吃你做的东西。今天老庄带我一盒饺子，齁死我了。他说是你包的，馅儿是他调的，他赖我。啊！我看他那狡诈的笑容，我就知道他没说实话。今天就用现实打他的脸。会包饺子了不起啊，还包那么咸。就是，哎，不说了啊，忙了啊。哎，好嘞。哎呦，怎么又都吐了呀？去叫护士长来。哦。那个3次吐了3次，一点都喂不进去。后来换了葡萄糖水，还是吐。超声仪推过去了吗？已经通知了，马上推过去。喂，庄教授，这个柳玲的新生儿一直吐奶、吐葡萄糖水，我怀疑是先天食道闭锁。柳玲入院以来一直拒绝做3D 大 B 超检查、唐氏筛查，也不提供孕检报告，连孕检医院的信息也不给我们。我现在怀疑，她有可能早知道这孩子先天有问题，一直在隐瞒。即时进水，开放静脉通道，输营养液维持，我这就过来。好。评估胎儿状况，会评估什么呀？是不是那种器官没发育好、有毛病的问题？这种检查能查出来吗？我这个孩子一定没问题的，我跟他爸都非常健康，我不做什么检查，就这么定了。庄老师，我到了。这个小患者你要亲自观察，严密护衣监护，特别注意血氧，防止肺炎。好，知道了。孩子的父亲呢？孕妇刚刚做完手术，还是找男方谈比较好。孩子的父亲今天就没来，柳玲胎盘早剥大出血，需要做手术。我们打过电话了，都是他秘书接的。看来只能跟柳玲本人谈了。那好，我去吧。他自己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你的孩子现在发生呛咳吐奶，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原因治疗，因为一些操作需要监护人同意签字，所以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请提供孩子父亲的联系方式。我没有孩子父亲的联系方式，我也找不到他。你放心，你的个人问题我们不会过问，我只是希望你能全面配合我们。我是孩子的母亲，要做什么检查，我来签字吧，不用找孩子父亲。谢谢。还有，如果你有可以加速诊断的信息，我希望你现在就告诉我。这些信息只是用来诊断患儿，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2个多月前，我做过一次4D B 超，医生说孩子食道有问题，是畸形，但也有可能是 B 超不准。我怕孩子的爸爸嫌弃孩子有毛病要做掉，就没说。新生儿吐奶本来是常见现象，你不提供这些信息，
很容易让我们忽视孩子呛奶可能是由食道闭锁引起的。孩子体重这么轻，一旦发生吸入性肺炎，后果不堪设想啊！我没有男朋友，我就不能自己做饭吃了？这不您说的吗？让我多自己做，少下馆子。你要不信，你就自己来看。哎，别，你千万别来啊！我可没时间招呼你们。你快点把电话给我爸呀！老头，太不仗义了你啊！这么半天不抢电话，真是磨叽死我了。跟我说说，你那一虾两吃怎么做？下段盲端，下段上部以气管形成瘘，早产体重不足2公斤，这个手术做起来不容易，术后的问题会更大。咱们兄呀做过一个难度更大的，之前有个孩子也是先天食道闭锁，下盲端上段通气管，早产才3斤半，杨主任和副院长都看了，觉得后续的并发症可能性很大。后来他家里还是有谁做的？陆大夫接了。患者痊愈了吗？发过文章吗？你调出来我看看。他要是连这样的手术都发文章，现在早就讣告了。不过他要是热衷这个，现在也做不了那么多手术了。食道肿瘤与食道畸形的手术治疗，别说人和了，在全省陆大夫都是首屈一指的。行了，别那么多话了，赶紧把孩子的病历和手术记录调出来。好，我马上去。喂，你在陈少聪面前怎么败坏我了啊？饺子馅谁调的？没工夫说闲话，有个食道闭锁新生儿，你赶快过来一趟。啊，好，我马上来。早产儿，1.87公斤，食道下侧盲端上侧气管瘘，心功能正常。既然已经排除了其他畸形，心肺功能又正常，我建议先进行瘘修补，否则即使停止喂食，胃液吞咽也会经过食管气管瘘进入肺，引发感染性肺炎。那我就给手术室打电话，我们去跟父母谈。我去谈，你不用去了。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这是柳玲的孩子。哎呀，怎么又是他呀？他自己的胸壁感染脓肿还没解决呢，这又来个早产儿食道闭锁，怎么什么事儿都赶一块儿去了？真够倒霉的。这样的家属，我去确实会惹麻烦，你去比我去合适。我马上去。有一条啊，这孩子必须先修补瘘，防止吸入肺炎。手术以后必须开体外营养管。我明白，还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等孩子长到4公斤以上，才能进行第2期手术，完成下段食管的吻合。你现在替我去面对家属，手术以后万一发生了并发症，家属会把责任推到你头上，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当然明白。你去吧。简单讲吧，你的孩子现在体重太轻，无法承受1期完整的手术，把他的食道闭锁问题彻底解决。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修补瘘，否则发生吸入性肺炎的话，孩子非常危险。你说他太小，不能承受手术，现在又要把他麻醉了，修补什么瘘？他这么小就要进行手术麻醉，不会影响智力吗？正常的手术麻醉不会影响智力的，麻醉意外的几率也非常小。那会不会有后遗症啊？这个我不能保证完全没有，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我刚才说过的，必须进行手术，这是要救他的命。比较这两者，现在手术才是最紧要的。就是救活，还是会有并发症。
还是会不如别的孩子健康、聪明，对吗？并发症并不等于永久性后遗症，即使发生了，我们也有各种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而且你的孩子如果及时治疗，按期做矫正手术，痊愈的机会很大。我希望你能尽快做出决定。签了吗？他签同意书了吗？我刚才已经跟手术室说好了。孩子情况怎么样？很稳定。你怎么了？我们可以做术前准备了吗？让 NICU 继续监控孩子的生命体征，防止吸入性肺炎吧。我们晚点再来看情况。哎，干嘛晚一点再来啊？什么意思？患者家属还是不能做决定，想看情况再等等。等什么呀？1周之内体重也不可能长到4公斤以上，等下去没有好处，你没跟他说清楚吗？小点声。我们出来说。我真是想不明白，她是孩子的妈妈，你也把手术的紧迫性告诉她了，她还要等什么？等到无法挽救，放弃这个孩子啊？这种情况，不管是谁都很难做决定。也许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讲，接受一个终生承受病痛的孩子，倒不如在他没有意识的时候，结束这种痛苦的好。可是你很清楚，我手术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呀。但你也无法确保，孩子在手术过程当中不会出现意外。照你这么说，不做倒是没有意外，那是必死无疑。你怎么总是这么绝对啊？柳玲也只是说暂时考虑一下，况且医院到现在也没有联系到孩子的父亲。你不说我倒忘了，孩子的父亲，戚大伟是吧？戚大伟长子得了白血病，郑艳华在异国他乡带着儿子治病的时候，他在这儿赶紧弄出个备胎来，谁知道他会对这个孩子？闭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是什么人？穿着白大衣在这儿八卦病人的家庭背景，把病人的隐私都抖露出来，你是真不想干？再给他点时间吧。这种事情，不管对于谁，的确是很难做决定的。在你看来，我是真的不长记性。可是我们都学过，医生在救人的时候有最高优先权，这也是医生的责任和权利。难道这只是教科书上的一句话吗？现在的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对病人权利的主张，对医生治疗结果责任的划分，都不是教科书上一个简单的概念就能解决的。我只说这一个病例，这个孩子连蓝天都没见过，就有可能得肺炎、脓毒血症死亡。而我是这方面最有经验的医生，我应该救活他。以前我信傅老师，你用事实告诉我错了。现在我不信傅老师了，我信你。
我最仰慕敬重的庄大夫，请你告诉我，我救他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多谢你把我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我还是那句话，除非你立刻辞职走人，否则你只能等患者家属做决定。我舍不得辞职。你们做出决定之前，我在这儿等。准备先知性止血，还有小徐万，直接给庄教授打电话，病人呛咳卡血，快去。好的，知道了。我马上就到，陆大夫也过来了。你们通知病人家属了吗？再坚持一下啊，周老师，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再坚持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支持食道切除和重建术。根本不可能啊！朱老师，您说，您说。我说，太痛苦了。我明白，我知道您现在很难受，我们商量一下，尽快制定一个方案，减轻您的痛苦，好吗？喂，大伟。喂，玲玲，你听我说啊，我这边麻烦可能有点大，弄不好的话就会倾家荡产。不过你放心，只要这事儿办完了以后，我马上去办离婚。你离产期应该还有1个月吧？我想到那时候办证结婚应该来得及。我知道了，那你先忙工作吧，我这儿你不用着急来看我。哎，真懂事儿，玲玲。那你先这样，我挂了，啊。肝转移了，原则上要普外会诊，再做一次检查才能下定论。但是朱老师的状态非常差，刚才做 CT 他已经非常抗拒了。如今肝脏转移，并不是最致命的，是吧？对，致命的是食道肿瘤浸润形成气管瘘的问题。我们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我觉得目前的首要问题是尽最大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
减轻患者的痛苦，然后呢？然后手术是吗？不可能。他的心脏现在根本就承受不了食道手术，上了手术台，就算坚持到手术完，之后的结果，也一定是心功能衰竭呀。那你们的意思是，不给我妈妈治了吗？让她等死吗？佩佩，我们本来是希望能够在她的心脏问题稳定之后进行食道手术，但是现在肿瘤破溃，瘘管形成，肺功能已经出现问题，现在再进行任何手术，都只是加重并发症，加重患者的痛苦。我是患者家属，我决定现在手术。佩佩，朱老师现在身体承受不了手术。我不管，陆大夫，你说了手术的难度和你之前做的差不多，那你就做呀。你冷静一点，人不是模型，手术不能单讲技术。朱老师心脏功能不行，肺部有继发感染，把食道手术做完美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我很冷静，不手术能有几天？3天、5天还是1周？我签字，我现在就签字，所有的后果由我来承担。就算我妈妈撑不过手术，我也认了。可是陆大夫，我求求你，你是使馆方面最棒的大夫，我求你了。佩佩，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妈妈现在非常痛苦，做 CT 她都很抗拒。如果我答应你的要求，手术过后只能加更多的引流管，引发更多的并发症，她会更痛苦。你为什么不肯救我妈妈？你现在做手术至少还有万一的希望，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这不是你们的职责吗？你要看着她死吗？佩佩，别这么说，咱们让大夫先给朱老师止血上镇静，好不好？你现在要求的检查和手术，是在增加你妈妈的痛苦，减少她的寿命。沈西，你注意点。我做医生不是不愿意冒险，但是要值得冒这个险。我哪怕能给朱老师几个月有质量的生活，我都愿意去冒这个险。我理解你作为一个女儿的心情，不愿意失去你妈妈，但是你现在要求我做的，是在拿你妈妈的生命和痛苦去满足你作为一个女儿的孝心，没有任何意义。我不做。陆大夫，陆大夫，陆大夫。给。谢谢。已经给朱老师上了吗啡，睡着了。他女儿呢？没有再闹了吧？薛兰正在做工作，有些话，以她的身份来讲比较合适。我一边要劝一个母亲救自己的儿子，给他生的机会，一边要说服一个女儿放弃治疗她的母亲，不要让她活得太痛苦。第一次觉得当医生这么矛盾。很多病人来到医院，都希望医生能帮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医学充满了不确定，我们无法做得像法律一样有据可循，按照严格的条文来对待病人，对待工作。你是说我不应该过多的干预患者的选择？我们只能给出科学的建议，但我们无法像神一样可以预知结果。如果我说我不想放弃柳玲的儿子，想努力说服他，你不会觉得我太偏执吧？说偏执是太客气了。不过，偏执就偏执吧。正因为我们无法预知结果，所以才更不应该放弃努力。正反话都让你说了，你怎么总有理啊？你的孩子每过1秒就会多1分感染、并发症、死亡的可能。
他不能给自己做决定。你要是拒绝这个手术的话，他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陆大夫，我已经够倒霉了，您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再落井下石了？您放我一条生路吧。什么意思啊？我让你救孩子，怎么是不给你生路了呢？郑艳华的孩子4岁得了白血病，他都觉得不中用了，接不了他的班儿，然后在外面找了我。我这个一出生就有问题，你觉得他还能认吗？不认孩子，我也完了。陆大夫，我现在放弃治疗。好久不见，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你的影子在右边。当我转身，你仍在守候吗？什么都